大家好，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比特币会再涨16个月，所以上一次 25K、26K 附近带朋友们100倍做多，一些朋友也是问我要不要平仓。我目前100倍多单20倍利润是还没有平仓哦，本来不想秀的，因为有一些主力在看我的视频，或者等下这2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免费通知大家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个 HAGN-IC 图表啊，在2周之前10月初，比特币价格当时在27000这个位置有提醒朋友们，价格还没有涨上来，但是月线里面它已经放出一根非常重要的绿色 K 线，有可能就是整波大牛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2次的买点。历史上19年、20年的这个位置，疫情爆发以后，有一根月线绿色的 K 线放出来，后面它连涨了不知道多少个月，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16年的行情也是一样，放了一根下跌红色的 K 线，第二根再放一根绿色，后面连涨了10几个月，不知道。所以前面比特币后面跌到26000，或者是再跌到27000的时候，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继续买入。那到现在我的观点是，这个月估计应该就是确认非常重要的一根转折的 K 线。我希望朋友们还是一样，一定要抱住，有可能它涨起来就会连涨10几个月。然后我来教一下大家这一个 HAGN-IC 图表要怎么调出来哦。我们平时普通看到的这个蜡烛图技术是源于日本的，还有这边可以点击就是这个 candle 的一个指标，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这边有美国线，或者是其他的 line， 或者是下面这边不是有一个 HAGN-IC 指标，你去开起来，然后调到月线图，或者是再开一下对数的一个走势，就是可以很明显的观察我的这一张图表。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周期是有高度参考性啊。熊市如果在顶部的位置你有看到转红的 K 线，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或者是像这个位置看到转红的 K 线，也是要非常的小心。它后面熊市跌起来，从2021年的12月份左右、11月份左右，这边开始下跌，到2022年15K 的底部，你去计算一下，这个 HAGN-IC 也是13根的 K 线，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2018年的熊市跌到2019年的这个位置，自己去计算一下，它也是跌了13个月的 K 线。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2014年到2015年的熊市，只要这个 K 线转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也是跌了15个月哦。所以熊市的行情我们要记得，有可能熊市跌起来，它13个月左右可能会见底，这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带朋友们底部有买入 20K 下方买入的比特币，到这一次 25K 或者 26K 附近，也是希望朋友们，你如果有现货的利润，去年买入的利润，可以拿一部分出来继续追加期货合约的多单。那到现在目前也是有利润的情况下，我个人也是希望朋友们你要掌握后面涨起来。我们来计算一下，比如说20年从这一根 K 线，它单个月是涨了 18%， 我们从第二根 K 线开始计算，它后面涨到69000的高位，它后面是再涨了17个月。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5年、2016年、2017年比特币大牛市，也是有跟朋友们提过，就是它第一波上涨可能这个 HAGN-IC 会一直放绿，如果有第二波洗盘幅度相对比较深的位置，你去观察一下，有这种红 K 线或者是这种红 K 线，利用其他的一些技术形态判断出来，如果能再买到这些低点的位置，然后你去观察一下后面它会再涨多少个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一根下跌，后面第二根是涨了接近 4%，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根 K 线开始计算，到比特币2017年、2018年的顶部，我们可以拉一个月线的时间去观察，到这一个顶部的位置，它是接近15到14个月。所以我也是在思考，这一次像这种买点的位置，我们有命中到现在，它已经是确认啊，因为没有几天10月份就要收官了，它已经是确认这一根 K 线就是非常重要的转折，
我是觉得后面肯定会再涨，至少16个月完全都有可能。那我们从这边画一个时间，从下个月11月份开始拉一个时间去观察，如果再涨个16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时间15根的话是到2025年的2月份，然后16根它的时间是在2025年的4月份。我们到时候要小心比特币有没有可能会见顶包括它的空间，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比特币至少我的观点是应该不会差于20年的这一波涨幅。它第二根 K 线转绿以后，后面连续涨，从转绿后第二根 K 线开始去计算，它是再涨了6倍。所以我的观点，如果再涨6倍的话，或者是到2025年4月份左右，有没有可能比特币上看18万美金？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张图表因为这2天也是有跟朋友们判断25K 感觉有一个非常重的压力区，它昨天上影线的高点是没有再挑战这个25K 的高点，而且这2天发现它量能已经开始萎缩了，所以不排除如果强势的情况主力要攻也可以，或者是它不攻，或者是有可能是新进的一些粉丝朋友，那我的观点你去留意一下，既然量能是在说，有没有可能它在这个位置会震荡区间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今年的1月份，当时也是非常强势的暴涨的行情，后面强势的情况类似这种 K 线它有可能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左右就有可能会继续往上突破。所以如果想继续买的朋友，我的观点是你去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可能会有区间震荡大跌的 K 线，像这种也不算大跌它就跌了 2%， 或者是像这种高位的箱体，我们也去留一下，它如果在目前的位置，如果时间横得过长，你要小心。昨天有提到有没有挖坑的位置，有可能才是非常重要的下一次的买点。当然我的观点它也不一定会挖坑因为洗盘的时间毕竟洗了200多天，就是在这整个区间里面已经是洗了200多天，有可能就是横有多长，竖起来会有多高。所以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我的观点是现货你至少都要有比特币的仓位，看个人仓位的控管。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一些指标的技术形态因为这一波上涨还是非常的健康，包括这一个 KD 指标日线已经都来到80上方，或者是这个 MACD 也没有看到背离的迹象。那刚刚有提到的今年1月初的那个位置，我们可以去留一下当时指标的形态，它第一波上涨也是非常的像来到这个位置穿过80上方，在1月份的时候，当时是有几个朋友开了125倍的杠杆，很多朋友是涨到18000、19000就给平仓掉了，后面是一直在批一些朋友，才刚涨了一点，很多技术指标都看不懂，你至少也要等到看指标有没有涨到背离的高位，到时候看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所以我们去观察1月份到3月份的这一波涨幅，它是有几个高点一直在过高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指标就跟不上，或者是在创高指标也跟不上，一重背离或者是2重背离，或者是 MACD 也可以观察一下， MACD 也是有背离。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形态，有看到背离吗？没有那我的观点是，你现货真的还想再买，还是一样不反对。今年都多少次的跟大家讲，这个位置的观点也是现货你要买我不反对，或者是这个高位现货你要买也不反对，这个高位你要买也不反对。短线或者是中线可能会被套，但是最终现在不是解套了，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